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在开始今天这段关于无条件投降博物馆的精彩旅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人生中，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我们执着于某个目标、某段感情或者某个执念，无论如何都不肯放手，结果却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困境。而当我们最终选择放下时，却发现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世界都变得豁然开朗。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能够深刻改变我们对待人生态度的神奇之书《无条件投降博物馆》。这本书的作者是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他是一位克罗地亚裔荷兰籍作家，经历了战争与流亡的煎熬，在文学与思想界独树一帜。他拒绝被国家与标签定义，选择成为跨国界的作家，用文字连接记忆，流亡与文化的破裂与复原。或许你会疑惑，投降怎么会和积极的人生相关联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名人的故事。著名作家 J.K. 罗琳在创作《哈利波特》之前，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她曾是一个单身母亲，生活贫困，甚至一度陷入了抑郁的深渊。在她最初的写作生涯中，稿件被多家出版社拒绝，生活的压力让她几乎想要放弃。然而，就在她决定放下对传统出版模式的执着，尝试将作品以电子书的形式发布时，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她的作品迅速走红，最终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书籍之一。罗琳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适时的投降，放下对固有模式的执着，反而能让我们找到新的出路，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无条件投降博物馆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它就像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我们内心深处那扇被恐惧、执着和焦虑所封闭的门，让我们看到更广阔、更自由的世界。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能够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内心平静和力量的方法。无条件投降的定义与内涵。在无条件投降博物馆中，无条件投降有着深刻的内涵。它并非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懦弱、放弃或者失败，而是一种勇敢的放下，一种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接纳。书中指出，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我们不再与现实对抗，不再试图控制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物。我们常常陷入一种误区，认为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足够坚持，就能够改变一切。然而，事实是，生活中有太多的因素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比如天气的变化、他人的想法、意外的发生等等。当我们执着于控制这些不可控因素时，我们就会陷入无尽的焦虑和痛苦之中。无条件投降是一种对现实的臣服，它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就像书中所写，当我们放下对控制的执着时，我们便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来自外界的给予，而是源于我们内心的转变。当我们不再试图去掌控一切时，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生活的美好，专注于当下，体验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核心观点一：接受现实。接受现实是实现无条件投降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它要求我们正视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当我们拒绝接受现实时，我们的大脑会不断的消耗能量去对抗现实，这会导致我们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而当我们选择接受现实时，我们的大脑就会停止这种无谓的能量消耗，转而将精力集中在解决问题或者寻找新的机会上。接受现实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或者喜欢所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承认它们的存在，并且理解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书中所说，现实就像一条河流，我们无法阻挡它的流动，只能选择顺流而下。首先，我们需要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当我们面对不愉快的事情时，注意自己内心的抗拒感，然后尝试着对自己说，这就是现实，我接受它。例如，如果你失去了工作，不要急于否认或者抱怨，而是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告诉自己，我失业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其次，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冥想练习，每天花一些时间静静地坐着，专注于自己的呼吸，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在冥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自己与现实融为一体，感受着生活的流动。好处：接受现实能够让我们摆脱负面情绪的困扰。当我们不再抗拒现实时，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平静和稳定。同时，它也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本质，从而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对健康问题时，接受现实可以让我们更加积极地配合治疗，而不是陷入绝望和恐惧之中。核心观点2：放下执着。放下执着是实现无条件投降的重要环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执着的东西，可能是对成功的渴望、对爱情的追求、对物质的占有等等。然而，过度的执着往往会让我们陷入痛苦和困境之中。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执着是一种对自身欲望的过度关注，它会让我们失去对周围世界的感知，
当我们执着于某个目标时，我们就会忽略其他重要的东西，比如人际关系、健康等等。书中强调，放下执着并不是要我们放弃追求，而是要我们以一种更加轻松和灵活的态度去面对生活。我们可以设定目标，但是不要让目标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可以尝试着对自己的执着进行反思，问自己一些问题，比如我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个目标？如果我得不到它，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通过这样的反思，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内心需求。其次，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放松技巧，如深呼吸、渐进性肌肉松弛法等。当我们感到执着带来的压力时，这些技巧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紧张情绪。例如，当你为了一个项目而过度焦虑时，停下来，做几次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处，放下执着可以让我们减轻心理负担。当我们不再被执着所困扰时，我们会感到更加轻松和自由。同时，它也能让我们更加关注当下，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例如，在旅行中，如果我们能够放下对行程的执着，我们会更加专注于沿途的风景和体验，从而获得更深刻的旅行感受。4. 核心观点3：拥抱不确定性。拥抱不确定性是实现无条件投降的升华。在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不确定性，因为它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和恐惧。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对不确定性有着本能的恐惧。这是因为在远古时代，不确定性往往意味着危险，比如食物短缺、猛兽袭击等等。但是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书中指出，拥抱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不再害怕未知，不再试图逃避生活中的变化。相反，我们将不确定性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并且积极地寻找其中的机会。我们可以尝试着培养自己的冒险精神，主动地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比如学习新的技能、参加新的活动等等。在尝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地适应不确定性，并且学会从中寻找乐趣。其次，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思维训练，例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些最坏的情况，并且思考如何应对，这样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加从容。例如，如果你担心失业，你可以想象自己失业后的生活，并且思考如何重新找到工作。好处，拥抱不确定性可以让我们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当我们不再害怕未知时，我们会更加敢于尝试新的事物，从而开拓自己的人生道路。同时，它也能让我们更加敏锐地捕捉到机遇。例如，在商业领域，那些能够拥抱不确定性的企业家往往能够抓住市场变化带来的机遇，取得更大的成功。5. 核心观点4：培养感恩之心。培养感恩之心是无条件投降的内在动力。当我们学会感恩时，我们会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且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感恩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它能够增强我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当我们感恩时，我们的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催产素的激素，这种激素可以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温暖。书中强调，感恩不仅仅是对他人的感谢，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我们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经历，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让我们成为了今天的自己。我们可以每天花一些时间，写下自己感恩的事情，可以是一些小事，比如一顿美味的饭菜，一个温暖的微笑等等。通过这样的练习，我们可以逐渐培养自己的感恩之心。其次，我们可以向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表达感谢。当我们向他人表达感谢时，我们不仅能让他们感到快乐，也能让自己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感恩的力量。例如，你可以给曾经帮助过你的老师、朋友写一封感谢信。好处，培养感恩之心可以让我们更加乐观地看待生活。当我们感恩时，我们会更加关注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从而减少对负面事件的关注。同时，它也能增强我们的人际关系。当我们向他人表达感谢时，我们能够建立更加深厚和牢固的人际关系。6. 核心观点5：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无条件投降的最终体现。当我们学会活在当下时，我们才能真正的体验到生命的美好。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过去已经过去，未来尚未到来，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当下。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常常活在过去或者未来之中，为过去的错误而悔恨，为未来的事情而担忧。书中指出，活在当下意味着我们不再被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幻想所困扰，而是专注于当下的每一个瞬间。我们可以感受着阳光的温暖，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聆听着鸟儿的歌唱。我们可以尝试着进行一些正念练习，例如在吃饭时，我们可以专注于食物的味道、口感和气味；在走路时，我们可以感受着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环境。通过这样的练习，我们可以逐渐地培养自己的正念意识。其次，我们可以学会专注地做一件事情。在做一件事情时，不要同时做其他事情。例如，在工作的时候，不要想着娱乐；在娱乐的时候，不要想着工作。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体验到当下的感受。
好处，活在当下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当我们专注于当下时，我们会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生命体验。同时，它也能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当我们不再为过去和未来而烦恼时，我们会感到更加轻松和自在。无条件投降博物馆这本书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它所倡导的无条件投降理念，并不是要我们消极地对待生活，而是要我们以一种更加智慧、更加勇敢的方式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通过接受现实、放下执着、拥抱不确定性、培养感恩之心和活在当下这5个核心观点，我们能够逐渐地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经历都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够让我们成长和进步。所以，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吧，去阅读《无条件投降博物馆》这本书，去实践书中的习惯，去开启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新境界。相信我，当你真正的做到无条件投降时，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力量。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将变得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无条件投降是我们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愿我们都能在这条路上勇敢前行，拥抱生命的美好。谢谢大家。